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文昭谈古论今。今天我们的话题先从一个故事说起，而故事的主角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最会赚钱的老头沃伦·巴菲特。近期他做了一件很多人看不懂的事情，他卖掉了自己手上最成功的投资之一——中国的新能源车巨头比亚迪。这档股票曾让他赚了43倍的回报，连老搭档查理芒格都曾经说这是我们的钻石啊。可是2025年3月，巴菲特却完全清仓，把钻石亲手丢掉了。而且更让人吃惊的是，他卖掉了中国的未来，却把上百亿美元的真金白银砸向哪儿了呢？砸向了日本。而且不是丰田、索尼我们这些耳熟能详的明星企业，却是5家听起来老气横秋的传统商社：三菱、三井、住友、伊藤忠和丸红。请问这些公司是干啥的呢？也不是 AI 高科技啥的，是能源、化工、零售，看起来一点也不新潮。但是巴菲特却放话了，要永远持有这些商社的股票。这个操作简直是和我们的直觉反着来。一边是高楼林立，天天喊着商业奇迹、大国崛起的中国，另一边却是被唱衰了30年的日本，而巴菲特却挑了日本。请问他是老糊涂了吗？谁都有老糊涂的一天，唯独股神没有。要知道，巴菲特一生最成功的投资哲学可以浓缩成一句话：永远不要看空美国。不是因为他是美国人就要高举爱国主义大旗，而是他赌的从来不是一家公司，而是一个国家长远的根基。如今他也把同样的眼光用来分析亚洲，他选择了日本，放弃了中国。那问题来了，不是说日本失去了叉年，从失去10年到30年的说法都有，那怎么股神在亚洲长期押宝却选择了日本呢？我们就得先回答一个问题：困扰了日本30年的那个幽灵到底是什么？让我们先穿越回1989年的东京。根据日本财务省公布的数字，1980年代，尽管日本已经过了最高速增长的时期，但是 GDP 的年增长率平均仍然达到了3.89%，远超美国的3.07%。1989年，日本占全球股市市值的1/3。尽管日本的土地面积仅有美国的1/25，但是房地产的总值却是美国的4倍。那个时候的日本是全世界最不差钱的地方。在1987至1989年的最高峰年份，东京银座的土地价格达到了每平方米3200万日元，算成美元约是23万美元1平米。这是什么概念呢？是当时纽约曼哈顿地价的350倍。这个价格比黄金还贵。银座的一个小小酒吧卖地皮就能卖出上亿美元，你说吓人不吓人？日本民族在2战以后性格本来是很低调内敛的，但是这个时候想低调，实力也不允许，手里攥着花不完的钱。日本的普通人满世界的旅游购物，而财团们则是买下了美国洛克菲勒中心和好莱坞的电影公司。全世界都在惊呼，日本要买下美国了。让我们来认识一个极具代表性的小人物，他叫渡边淳一。1989年35岁的渡边是东京一家大银行的科长，他每天西装革履，坚信自己的未来和日本的未来一样一片光明。在那一年，在全民炒股和全民炒房的狂热气氛当中，渡边也行动了，他拿出了全部积蓄，又向银行贷了一笔巨款，在东京郊区买下了一套公寓，总价8000万日元。他觉得自己做出了人生最正确的决定，因为所有人都告诉他，东京的房价永远不会跌。但事实证明，这世界上没有啥只涨不跌的东西。狂欢的终结来得如此猝不及防。1990年，泡沫就像一个被瞬间戳破的气球，砰的一下爆了。日经指数从1989年底接近39000点的历史顶峰雪崩式的下跌，到1992年，指数已经腰斩再腰斩，一度跌破了15000点。无数国民的养老金和毕生积蓄弹指间灰飞烟灭。开始有多嘚瑟，跌倒的时候就有多惨。股市的崩溃只是第一块倒下的多米诺骨牌，接下来是更为惨烈的房地产崩盘。
日本全国的地价在接下来的20年里跌去了超过70%，像东京这样的核心都市区，高峰期买入的房产市值蒸发个80%都毫不稀奇。而我们的渡边淳一就悲催了，他那套8000万日元买进的公寓，眼睁睁看着它跌到了5000万、3000万，最后甚至2000万日元都不到。可是他欠的银行大几千万日元的本金加利息，却1分钱都没有减少。一夜之间，房子不再是资产，却变成了一辈子都摆脱不了的噩梦。这就是经济学名词负资产最残酷的现实。房贷30年，还债30年，这项负资产直接就把渡边给干到了65岁退休。这就是失去的30年，在一个小人物身上最具体的体现。日本的有期徒刑最长才20年，渡边相当于再加刑10年，你说惨不惨？渡边的故事是整整一代日本人遭遇的缩影。这场经济寒冬首先终结了终身雇佣制这块社会信任的基石。日本的非特族，也就是非正式员工，人数在10几年的时间里从200万翻倍，甚至超过了400万人。当稳定的未来消失，奋斗的欲望也随之破灭。数百万日本年轻人选择躺平，被称为平成废宅。平成是明仁天皇的年号。这反映在消费上，就是抛弃浮夸的名牌，不再显摆，转而去拥抱优衣库、无印良品这些品牌所代表的极简主义生活。好，问题现在来了，日本经历了如此惨烈的经济破灭和社会变迁，为什么并没有出现中国人经常挂在嘴上的天下大乱、民不聊生呢？我们去日本旅游，看到的仍然是干净的街道、礼貌的服务员，一切依然井然有序。这似乎不是大家头脑中崩溃以后的样子，是吧？好，答案就藏在100年前日本播下的一颗种子。不是楼市，不是股市，这才是日本真正的国力所在，也正是巴菲特看懂了的地方。让我们再穿越的远一点，我们把镜头给到1920年代的日本，请大家想象一下1925年的东京银座，街道上电车穿梭，穿着和服的妇女和留着西式短发的摩登女孩擦肩而过，在街角的咖啡馆里，大学生和作家们正在激烈地辩论着芥川龙之介的小说，或者是议会里刚刚通过的普通选举法。这就是大正民主时代日常的一天。大正是嘉仁天皇的年号，在位15年。在这个时代，日本开始系统地为国家安装一套现代社会的软件操作系统。而在这些软件中，最重要的就是在明治时代1896和1898年分成2部分颁布的民法典，它是一套完备的西方式法典，在大正时代终于完全成熟了。那它的核心是什么呢？是确立了神圣不可侵犯的私有产权制度，以及个人与企业之间的契约自由。它告诉每一个国民，你的财产受到法律的绝对保护，你签订的合同具备法律的效力。简单的说，日本在100年前就已经确立了权力要在规则的笼子里运行，法律是规范人际关系的根本。尽管这个过程后来被军国主义打断，但是最重要的种子已经播下了。那好，现在我们再把镜头转向同一时期的中国，又是怎么一个样子呢？在河南省的某个村庄，张作霖的奉系军阀刚刚和吴佩孚的直系军阀打完了一场仗，村民们躲在家里祈祷着乱兵不要来抢走最后一点粮食。同时，在上海的租界，又一群忧心忡忡的知识分子正在讨论该如何唤醒民众，挽救这个濒临破碎的国家。那时的中国正处于军阀混战的黑暗时刻，国家的首要任务不是建设，而是生存。社会运行的最高法则也不是法典，而是枪杆子，有枪就是草头王。这个时候，你说个人权利、契约精神，就离现实太远了。这就是100年前那个残酷的岔路口，一个国家正在学习建设一座现代化的大厦，而另一个国家还在火海中挣扎，努力着不要被烧成灰烬。一个在为未来打地基，一个在为眼前救火。这个深刻内在的100年差距，正是在这个时刻被历史宿命给拉开了。走过了历史的岔路口，那一个国家在100年前播下的种子，今天究竟长出了怎样的果实呢？
今天中国人常说一句话：民主不能当饭吃。民主是现代政治制度的基础层面，更进一步说，那啥制度都不能当饭吃，但不能当饭吃的东西往往却很重要。这颗叫现代制度的种子，今天实实在在体现为，当危机来临时，国家的反应效率如何，谁死谁活，就这么实在。那接下来就让我们看一个实实在在的，所有人都经历过的残酷压力测试 COVID 的疫情。当风控启动，整个社会都被按下了暂停键。请问政府如何把钱送到最需要的人，那些濒临破产的小企业和家庭手上呢？这考验的是社会治理的毛细血管循环系统。日本的答卷是第一罐。日本政府在2020年4月20日推出了特别定额给付金计划。这项计划的目的是向所有在日本居住的人，甚至包括了在日本持有3个月以上有效签证的外国人，不分年龄、收入，也不分家庭规模，每个人都发放10万日元的一次性现金补助。总预算大约12兆日元，大约相当于764亿美元。目的是快速支持家庭生计，避免居民消费心脏骤停式的休克。发钱不稀奇，美国发的也不少，但日本对小企业的救助力度比美国政府要大。日本在2020年4月7号和20号推出了 COVID-19 特别贷款计划，针对受疫情影响的中小企业提供实质无利息、无担保的贷款。贷款的上限视企业的规模而定，比如小企业最高能获得3000万日元的贷款，利率经过政府补贴之后接近0%，实际执行的利率大约是负0.1%。借款人既无需抵押品，也无需担保人，而美国那个时候给小企业的贷款还要收1%的利息，享受豁免期也有比较严格的条件。给小企业大举发放纾困贷款，是针对广大小企业现金储备不足这个状况。日本的小企业现金储备大部分低于3个月的开支，一旦没有客人登门了，小企业们就会发生大规模倒闭，引来大规模失业这样的连锁反应。好，现在重点来了，这笔救命钱是通过日本遍布全国的地方银行、信用金库，也就是服务社区的信用合作社，甚至是通过商工会，也就是类似于街道商会这些机构来发放的。什么意思呢？意思是贷款流入小企业的路径，其实走的是无数的基层民间机构。这意味着大正民主时代100年所积淀的，可不只是投个票，也不只是法律，而是一套实实在在的管理网络，层层信任，层层合作，不用彼此防着，损耗小就效率高，危机到来的时候是真能依赖它，真能救命的。这套管理网络的本质就是社会的信任契约，政府相信这些由成千上万基层民间组织构成的毛细血管网络，能够把救济款准确地交到那个在街角开了30年拉面店的老板手上，而不是被层层截流。那我们对比一下，中国政府发放给贫困乡村的扶贫款，有几个钱真能到农民手上，你就知道日本这套网络的厉害之处了。哇哦！那对疫情时给社会纾困这项任务，中国的答卷是什么呢？答案是漫灌和定点引流。首先，政府给大企业巨额信贷支持，下令银行降息降准来释放流动性。例如，2020年2月起，人民银行推出了1.8万亿人民币的再贷款再贴现工具，又针对大型制造业和医疗企业们提供低息贷款，利率是1.75%，利息呢是比平时低了些，但还到不了无息。此外，银保监会也鼓励银行延长贷款期限，减免利息。这一波操作放出去的总信贷规模是不小，达到了数万亿元人民币，是一波大水漫灌。但关键是这些措施主要帮助的是大企业维持生产，中小企业很少获益。那中国普通老百姓能得到什么帮助呢？最熟悉的就是消费券。比如北京、上海等地都发放了电子券，每人50元到200元不等，用于餐饮、零售等等用途。但最大的问题也在这儿，因为从本质上讲，消费券它不是救济手段，是什么呢？是刺激消费的手段。比如350元买500元商品，还有1至2周内限时使用、强制线下消费、不能储蓄或者用于网购等等这些手段的设计。但问题是，你得先把钱花出去才能够获得优惠。可是疫情来了，人家工作没了，生意也停了，没收入，
没钱消费，得急剧压缩开支，那么这些刺激消费的手段对这些人就不起作用。这种时候，对升斗小民最能救命的手段没别的，就是直接发钱；对小企业最起作用的手段也没别的，就是无息小额贷款。日本的滴灌模式是雨露均沾，真的救了弱势群体的命；而中国的漫灌式增加信贷是为特定企业引流资金，则是抓大放小。虽然中国政府也说不惜代价稳定经济，但是老百姓要读懂，你就是那个代价。What？ 滴灌模式的底层逻辑是公民权利，每个拿救济的人，每个小企业主都是一张选票。政府设计救济方案的时候，绝不敢牺牲他们。而漫灌模式的底层逻辑是大国崛起，那在这里，大企业对国家才重要，没有选票的老百姓是可以忽略的。所以，谁说民主不能当饭吃呢？像 COVID 这样的危机来临时，选票就是饭票。如果是100年前发生重大灾难，中日两国老百姓的待遇差距可能还没有拉开，但是100年后，这种差距就被锁定了。哪怕日本经历了30年的衰退，可是 COVID 期间，有选票也有饭票的日本老百姓，坚定地站在了领先中国100年的位置上。我们再来看另一个场景，疫情是突发性的压力测试，而人口的老龄化则是一场长达半个世纪的慢性压力测试。根据 OECD 经合组织的数据，中国自1970年代实施一胎化政策以来，预计到2050年，中国65岁以上的人口将达到 3.66 亿，占总人口的 26%。日本呢，则是早于中国走到了这一步，已经达到了 29%。老龄化是全球工业化国家共同面对的问题，它对社会造成的创伤程度取决于2张安全榜，一张是养老金，另一张榜则是医疗。我们先看养老体系，我们经常听说日本的养老金系统，也就是国民年金加后生年金这部分，确实面临着巨大压力。没错，日本的老龄化率全球最高，日本的公共债务对 GDP 的比例也领先全球，占到了300%。可是，在这2重压力之下，日本的养老金系统仍然是一张很确定的榜。根据经合组织的数据，日本的养老金替代率大约在50%到60%之间。这意味着，如果退休前你1个月挣1万块，退休以后养老金每月能拿5000到6000。虽然不富裕，但维持体面的生活问题不大。而且，日本的养老金体系覆盖率接近100%。那中国的养老创伤在哪儿呢？孔子曰：“不患寡而患不均。”中国的现实是既寡又不均，最引人吐槽的还是不均，就是巨大的不公平。中共政府人社部的数据是，城镇职工的养老金替代率是40%至50%，2023年平均45%。这是你在城镇就业，有单位给你缴社保的情况下。但别忘了李克强说过，中国还有6亿人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。农村养老金的替代率只有非常可怜的10.7%至15.3%，基础养老金仅1个月179元，这还是税收补贴以后达到的。中国是未富先老，而养老体系又是双轨制。日本呢是富裕着变老，老龄化带来的社会撕裂，中国人要痛苦得多。根据中国社科院的报告，预计到2050年，中国每年用于养老金的财政资金将超过那一年国内生产总值的10%。中国养老体系将从可承受变成财政黑洞，永远也填不满。如果没有根本的改革，国家每年1/10的财富都要用来养老人，那其他什么事儿都凉了。我们再来看第2张榜，医疗，这可能是2国国民安全感差异的更大来源。在日本有一套开始于1961年的全民皆保险制度。日本在全球最早实现了医疗100%的社会覆盖，通过国民健康保险加后期高龄者医疗制度。咱们捡重要的说，日本这套体系里面有一个镇国之宝，叫做高额疗养费制度，其实就是一张底牌。它规定了，无论你这个月是花了100万还是1000万日元的医疗费，你个人支付的金额是有上限的。比如一个普通收入家庭，可能每个月自付8万日元，大约4000元人民币就封顶了。那剩下的账单，就算还有天文数字，也国家全包，你就不用出钱了。
比如癌症治疗，这个月花费了1000万日元，个人只付8万，那剩下的992万就由保险加政府承担。这张底牌给了日本人生得起大病的底气，大病不破产，所以日本老年贫困率很低，仅有12%。再来看中国人就悲催了。中国人要承受医疗费用的高额自付比例，加上没有封顶线，安全感一下就被拉开了。官方数据显示，中国个人自付的医疗费用占到医疗总开支的27.7%，而在一些农村地区，这个比例甚至能够飙升到50%。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是，医疗费用家庭的自付比例不应该超过20%，否则就会因病致贫。可是中国人得大病以后，不管是在城市还是乡村，自付比例都在这个之上，所以一点也不用奇怪，中国有许多家庭确实因病致贫了。中国医疗费也没有对个人封顶的概念，一场大病 ICU 一天1-2万，30天就要60万。癌症 CAR-T 疗法一针120万元，医保报销后仍然需要自费80万。中产家庭10年的积蓄可以在几天就归零，有人戏称一并回到解放前。其实解放前也没有这么惨。这2张网是人们安全感的地基，地基不稳，灾难来袭就地动山摇。分析完了对中日两国民生地基的2种压力测试，那接下来说点让人高兴的，来看对许多中国人来说的一条喜讯。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的估计，2024年中国 GDP 占全球的比例已经达到了16.8%。中国经济在世界的重要性似乎又提升了。16.8%是个什么概念呢？它几乎完美的追平了30年前，就是1995年日本达到的水平。当时日本在全球经济当中所占的比例是17.5%。这听起来是不是又像一个中国奇迹，一个新旧时代的交替呢？当 GDP 超过了全球经济总量的16%之后，中国和日本都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，就是增长停滞。但是这2种停滞是完全不同的2种困局。日本的问题是企业不投资，年轻人不消费，是躺平的问题。可是为什么巴菲特敢于把上百亿美元砸到日本去呢？那是由于他看到了一个哪怕躺平也不会开裂的地基。接下来让我们看一个日本钉子户的故事。为了建设东京成田机场，日本政府在1960年代就决定征用千叶县的土地，这关乎国家的形象和经济发展，要放在中国，这从来就不是个问题。但是偏偏千叶县那里有几户日本农民说，不行，这是我的私有财产。结果这场对峙持续了半个世纪之久。直到今天，如果你的飞机在成田机场降落或者起飞，在滑行道的旁边，你仍然能够看到那一块突兀的农田。甚至飞机起降，为了避开它都要绕行，导致机场没有办法24小时持续运作。这个案例在中国人眼里看简直就是笑话，但是在巴菲特这样的投资人眼里却是法治的黄金。尽管资本市场崩了，消费欲望下来了，但是在许多领域人们依然信心满满，因为没有人能够把你赶出去，没有人能在一夜之间没收你的财产，信用系统也不可能赖账。1990年代资产泡沫破裂之后，日本确实积累了大量不良贷款，但是没有发生过恒大这样的一次性暴雷，不会头一天看起来还光鲜无限，第二天这家巨人型的公司就彻底散架了，也没有发生 P2P 平台卷款跑路潮这样的事情。而中国的困局不是房子旧，恰恰就是信任的地基开裂。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，2021年7月之前，中国的教培行业是一个市值万亿元级的庞大市场，有许许多多的上市公司，解决了上千万人的就业。但是仅仅因为一份红头文件，这个行业就一夜归零。教培业的巨头新东方的股价在几个月内暴跌了90%，创始人俞敏洪不得不把几万套桌椅捐献给乡村学校，然后转行去卖农产品。这是一个极其恐怖的信号啊！它告诉所有人，不管你楼盖的有多高，不管你装修的有多豪华，只要地基就是政策稍微动一下，整栋大楼就会瞬间坍塌。我们再回来看巴菲特的选择，就豁然开朗了。他卖掉的不仅仅是比亚迪公司的股票，而是做了一次信任投票，是对一个信任地基开裂了的系统表达担忧。
巴老爷子用上百亿美元的选择告诉我们，当经济台风真正来临的时候，看的不是谁楼高，比的也不是谁灯光秀比较豪华，而是谁的地基更加深厚。这个地基正是100年前日本大正民主时代奠定的，这就是日本虽然失去30年，却领先100年的真谛。那么好，今天这个话题咱们就聊到这儿，谢谢大家，下回咱们接着再聊。